看来有人是故意不想让逆水寒领到钱了。谁会这么坏？逆水寒市面上的竞争对手，一共就几家，想想也能知道是谁。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该怎么面对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公关？我们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做完这个逆水寒的 demo 之后，老叶恐怕兜里都比脸干净了。那可怎么办？作为一款全新的武侠题材网游，逆水寒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以国际3A 制作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日前推出的最新 demo 在各大网站上下载量居高不下，网络上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，而且小高，你等一下。徐总，请讲。你刚才说的这款游戏里边的什么优势啊，什么情怀啊，你的报告里边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对这类新潮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。但是，我虽说不太懂网络游戏，可我总还能看懂几篇文章吧？现在关于你这款游戏，网络上的风评好像并不怎么样呢。没错，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好几篇。没错，曲总所说的情况是完全属实的。目前在各大网站上，有关于逆水寒几乎被负面的评论所刷屏，甚至我们还做出了一组数据。过去的24小时里，在国内最活跃的3家网游门户网站上出现差评通稿，一共3454篇，其中内容重复的有708篇，重复率超过90%的有1721篇。小伙子，这些数字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说来惭愧，这是我和小孙以及雷火工作室的所有员工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，一篇篇筛出来的。各位目前可以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负面评论的文章，我们都是逐字逐句看过了不止1遍。有点遗憾，由于最后的资金全部用在了产品上，面对对手的公关手段，逆水寒无力做出任何反击。我们今天在上会之前也清楚地意识到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扭转整个网络的舆论风向。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去影响陶聚会上那些人。也许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了，但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有效的办法。你不会是想这么一篇篇的去驳回吧？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祈愿的时候，你的老师说过什么吗？纠结于问题的答案，不如回到问题本身。这些造成我们困扰的通稿，我们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炮弹。我们追踪了发稿最活跃的前100支高流量账号，发现他们分别属于目前在网游圈最有实力的3支公关团队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动用如此巨大的宣传力度，他们需要耗费多少的资金？而让这些在行业里已经成功运营多年的竞争公司不惜血本，也要扼杀在摇篮里的假想敌，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，仅仅推出了一个小小试玩版的逆水寒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逆水寒在得到大众认可之前，已经率先得到了对手的认可？关于逆水寒的项目阐述到此结束。
小伙子说的有道理啊，我觉得可行。逆水寒的逆势而动，反过来想，其实是勇气和自信的体现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哎，吴总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同意的理由？我相信我们家一秋啊。哎呦，吴总啊，决定一个投资的项目，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我觉得你这款游戏，有可能印证这句话。我也同意。通过了。通过了。恭喜，后面就看你的了。想笑就笑出来，别憋着。恭喜邱总凯旋归来啊！鼓掌，鼓掌！小孙，干得不错啊！那请客了啊！开会。说说吧，你从这一次逆水寒的项目学到了什么？因为之前总想着合同快要到期的事情，我就总盯着那些热门的项目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所谓的爆款也轮不着我去做呀，是吧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投资没有捷径，要想有好的结果，必须要和创始人一同前行。这么说行吗？这又不是面试，哪有什么行不行的？不过呢，我认同你的说法。那么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继续找属于你自己的项目。真的？但是有个前提，你只能从我们四组自己的项目里面挑选。明白。这公司里的人啊，总爱把我们四组比喻成项目的垃圾桶。那些他们觉得有问题的或没什么希望的积压项目，就通通丢给我们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就是靠着这些所谓的垃圾项目，每一次都能通过公司的绩效考核的。四组的项目，我觉得更适合你现在的处境。没错，相比那些爆款、冷门的项目，企业和创始人往往更容易公投，而且作为投资人，只要你能确实去解决企业那些项目中所存在的问题，这成功的几率往往会更大。加油，邱总，看好你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？你好不好意思啊？啊，他时间有限，经验也不足，当然得靠着你们两个带着啊。没问题啊，不是我自己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呢，我那就这样吧，抓紧时间。吴总，我真是林经理，谢谢。
在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之后，我再一次为了留在公司而做出尝试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不再是孤军奋战了。像是这做不到的警告，清楚为何爱到把你途紧紧抓牢，站在风中面带着微笑，没有人的孤岛得到内心想要，就算初来乍到无惧世上的风暴，没有人的孤岛，我想大声的叫，伸开我的触角，探索世界的奇妙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舞蹈虽小，有属于我的喧闹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阻止不了，阻止不了我想要。开会去那儿开，走，走上哪儿开？干嘛去？我带你去。来，是哪儿？不是你。小兰，怎么了，徐总？我记得你之前跟我提过一个项目，说值得一做，你还写过一个可行性的报告，叫什么来着？您是说千城光能吗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做太阳能的，还能找着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怎么了？找出来做做看吧。您是让我做吗？是这样啊，小兰，我觉得呢，你现在可以开始试着做一做自己的项目，而且中欧物流那个案子已经通过了，趁着老大心情比较好，就一点啊，尽快把案子递上去。谢谢徐总。通过。钉子，胖子，你们俩辛苦了。我不辛苦谁辛苦啊？邱总，你得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完成了准备工作。要真想把这项目谈下来，还得过创始人那一关。但是这一部分，我们谁也帮不了你，只能靠你自己。小孙，听说你开始做项目了？吴总终于答应让我试试看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终于开始着手做项目了，总算能追上你们的脚步了。恭喜恭喜！小兰，恭喜！你不会又被欺负了吧？帅，超哥，咖啡马上好了。行，算了吧啊，公司这咖啡豆不行，我们上1楼喝去。一会儿你来买单。
这小子这么不讲究，你干嘛还等着他？哎呦，新来的嘛，给个机会。哎，那儿呢？王帅，怎么了？小兰接了新项目，今晚请客吃饭，一起。是啊，一起来吧。算了，我也不去了。你吃啊，看我干嘛？还好吧？好不好？我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吧。吃吧。你的事儿我们听说了，你之前是有点太冲动了。虽然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，但如果你真的有心事的话，就跟大家伙说说啊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这人啊，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装得下心事儿的人。我现在这样，你们也看清楚了，就这德行，就这样，我真没心事儿。那也得想想办法了。想什么办法？能想的不都想了吗？该做的也都做了，这就是下场。哪怕是不爽，也不能憋着。有什么心事发泄出来。是啊，再这样憋下去就憋坏了。要不，这周末咱们一起出去玩？对不起，这周末呢，我替殷仲超写 PPT。下周末咱们一起去新开的。小兰，小秋，思聪，我知道你们三个关心我，我谢谢你们。不过，我真没什么事儿。我想清楚了，不是殷正超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错在不懂什么是职场，什么是上下级，什么是为人处事儿。你说我跟殷正超杠什么杠？我早点投降不就完了吗？不过，我现在知道这些，应该也不算太晚吧。你真这么想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要分真的和假的。职场有了自己的规则，我们没有必要分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遵守就完了。我吃饱了，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做呢。小兰，谢谢你的招待。您好，金晨资本，孙艺秋。Hello。
天就是最后的机会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拿下项目。算算时间，小孙应该跟创始人见面了。哎，胖子，他准备的那些资料，你帮他检查过了没有？准备工作已经万无一失了，现在唯一担心的呀，就是邱总那临阵紧张那毛病，万一要是跟那个创始人还没聊几句呢，就让人轰出来了。你说呢，吴总？你问我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担心邱总呀？他怎么样是他的事，我们管得着吗？瞎操心，干活。好啊。我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要宣布一下，蓝千亿，你的光能项目顺利通过立项。真的？行啊，小兰，可以呀。那马总那边也通过了吗？放心吧，公司已经通过了。这马总再不讲道理，也不至于枪毙自己的项目，啊！哎，徐东，你刚才说马总什么？我刚刚说什么？你们听见了吗？不是村儿，你提醒我一下。你什么也没说，我听错了。又干嘛呀？超哥，你刚才不是让我调查近半年的企业信息吗？我发现有一家叫魔凡服饰的。魔凡？我负责的，怎么了？他们家的报表好像有点问题。让你整理企业资料，没让你挑毛病，你看得懂报表吗？你？可是什么呀？干好你该干的事儿，对吧？你好，我是金晨资本的孙一秋。我们之前通过电话。等一下。啊，好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沉默下去啊！必须要打破沉默，要主动出击，说点什么？说点什么呢？您那个项目……你先等一下。完了，一见面就是这种沟通质量，今天的谈判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了。恭喜邱总旗开得胜！他这就叫无与伦比的狗屎运。哎，偏偏你要去谈的那个企业创始人，还就是个煤气爱好者。哎，胖子，什么叫狗屎运啊？这叫鸿运当头。再说了，这要不是小孙提前准备的好，就你以为就凭你会下2手棋，人家就把项目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啊，咱们总算能松口气了。等这个风控把这案子一过，那你就是项目负责人啊，到时候再跟公司谈这个续约的事儿，顺理成章。吴总，我说2句。
听我说啊！其实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，今天这个项目我也谈不下来。都是因为吴总，让我通过逆水寒这个项目，明白了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投资人，在面对项目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去做选择。谢谢吴总。还有丁总，这几天您一直陪着我，教会了我如何该去跟创始人去做谈判，今天全用上了，真的谢谢你。还有林经理，他教会我很多，虽然有一些还需要被丁总给指正一下，但是我什么呀？但是他那个，哦，那个外卖叫的特别好吃。什么呀？干嘛呀？敬林经理的外卖。林经理的外卖。是挺好吃的，但你不用总是给我点卤肉饭，我可以吃点别的呀。不是啊，每次都是卤肉饭、三杯鸡什么的，辣。我是真的挺想留下来的。我是真的挺想留在四组和你们一起工作的，真的。希望我这次可以如愿以偿吧。我干了。老大，小兰这个项目啊，确实比较成熟，而且风控那边都过了，这个临时更改项目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去年不是有一个什么海上风能的项目吗？做那个，重新报。那个项目咱们开会的时候，你不是自己给否了吗？我为什么给否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功课做得不好，影响我判断力了。换成那个。哎，老大，要不小兰的项目也保留，咱们两个一起做。太平啊，你们能源组有几个傻子呀？不就3傻吗？你还有人手吗？我们可以试试。试个屁！我告诉你啊，蓝千亿现在不能做项目。哥，有什么话你直说吧。太平，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你自己想想，我坑过你们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吧？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蓝千亿这孩子，眼光太高，野心太大，什么项目都没做的，就敢在我办公室怼我了，这不就是一个吴克之吗？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呀，早晚有一天会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你愿意手底有一个吴克之吗？啊？我希望你回去之后，好好的教教这孩子规矩，让他好好的听话，明白吗？明白就回去，啊。太平，我这是为你好。去吧。我就说嘛，小兰她这么得罪马总，早晚要被整。徐总，你也是，好好的，干嘛给人许这种愿？行了行了，就来听你说风凉话了。
还是想想看现在该怎么办吧。能怎么办啊？马总说换，那就得换啊。但是现在关键是，谁去跟小兰说啊？算了，我自己说的话自己咽回去。可是我这张老脸丢人吧？你干嘛？来，不见。哎，小兰还挺平静的。老赵好像说完了，咱们是回去啊，还是在这等呢？小兰，哎，苏总，这个魔凡服饰是你的项目吧？啊，哎，是啊，怎么了？我昨天听几个朋友讲，魔凡最近经营上好像出了点状况，他们高层上跑了不少人呐。哎呀，苏总啊，您呢别听外边人胡说八道，他们那老板我最熟了，没事爱瞎折腾，但是大事上绝对靠谱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我就是问问，我就怕万一真有个什么状况，临时抓瞎。不过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啊。您呐，把心放肚子里，这2天我就请他喝个酒，我向他表达一下您对他的关心啊。辛苦了。哎，应该的。哎呀，你瞅啥呀？忙你的。哎呦妈！我都跟您说过多少回了，您不用给我瞎操心了。我这现在日理万机的，哪有时间搞对象啊？真是。哎，行行，我不跟您说，您就别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我求您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这特漂亮，是有多漂亮呀？啊，行行行。那什么，那您就把这姑娘的联系方式还有照片都给我发过来，好吧？啊，我自有定夺。啊，好好。照片啊，一定记住啊，照片给我发过来。好好好，好，哎。你笑什么呀？这种终身大事得严谨。刚刚还说自己日理万机呢，这一听姑娘漂亮，态度马上就变了。这跟漂不漂亮没关系。我接着日理万机了啊。
怎么样？这还不行啊？我们的意思是啊，姑娘确实是漂亮，你也确实是没戏啊。就你有戏，邱总。志哥，不用看也知道你没戏。那个，我觉得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我大表姐啊。喂，你好，李总。啊，行，我马上来。你们要都说没戏，我还非得约一下。风控把一休的项目给驳回了，为什么？老吴啊，先不着急。不是李总，到底为什么？这项目是我签的字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是，风控也说了，这项目本身而言确实没问题，都挺好的。但是就是这个署名啊，出了些问题。署名？孙一休署名怎么了？是这样，老吴，这个项目真的要运行起来的话，至少也得1、2年吧。小孙合同快到期了，那作为项目的负责人，肯定是不太合适。那就给他续约啊！我忙活这么半天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风控还说了，这个续约呢是人事部的事，不归风控中心管。行，那我去找人事。哎，老吴，你先坐下，我都问过了。坐。那他们又怎么说？人事部的意思呢，是小孙在咱们公司啊还没有业绩，所以不能够续约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这中间这逻辑，我有点没听明白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按照公司的规定，孙一秋他没有业绩，所以不能给他续约。但他想要续约，就得先拿出业绩来，是这番道理吗？这个，你非要这么简单粗暴的去归纳的话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这什么狗屁规定啊！老吴，你总着急。你说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公司从制定这个政策那天起，就没打算让1年生去续约，这还不明白？李总，您能不能帮帮他？我也觉得小孙呐，真的是个好孩子。但是规定它就是规定啊，我就算是找曲总，找克瑞斯，就这一句话，我就无话可说了。你说对不对？
的灯火，用温暖的颜色安慰我疲惫的笑容。这一次放开进退的纠葛，留住星火就能做选择。名利场的规则是偷来的欢乐，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。直到夜深的时刻，无人牵扯，只留这世界与我长河。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？谁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？在恍然这一刻，终于明白泪水难得，又何必苦涩？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燃烧着？谁在涅槃之后理解谁的活着？人生从此清澈，何必在乎无人记得？